10几枚导弹从台湾上空飞过，远火封锁台海。台地区当局仅高兴了1天，现在满头是包。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8月4日，我东部战区发布公报，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了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与此同时，台湾地区的军方称，中国大陆在下午1时56分至下午4时，向台湾北部、南部和东部周边海域发射了11枚东风系列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4日发布消息指出，当日下午3时至4时1小时之内，解放军发射了9枚常规导弹，其中5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水域。屏东的离岛小琉球距离军演区域仅9.5公里，有渔船就亲眼目睹2艘解放军的军舰近在眼前。中国国防部表示，本次演习的目标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对美台军事勾结的回应。那么，此次解放军对台海东部目标和台海目标的实弹射击有何特点呢？首先，解放军的陆军远程火箭炮首次对台海进行了封锁。中国陆军用 PHL-191远程火箭炮对台海目标区展开了实弹射击。在卫星、无人机和侦察机情报支持下，新型的 PCS-191火箭炮可以对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实施打击，可以攻击敌方的军港、机场、防空阵地等固定目标，甚至还能够打击敌方的舰船。PHL-191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370毫米火箭弹，其最大射程在220公里至380公里之间。而750毫米的火箭弹最大射程为480公里至600公里，具备战术地对地导弹的射程和打击精度。可以说，因为有了远火的列装，解放军一旦需要采取武统行动，就提供了一种覆盖台湾全岛的相对廉价的精确打击武器。其次，我火箭军的中短程弹道导弹飞越了台湾岛上空，东风15和东风16分别穿过台湾岛的中央山脉和其他空域，击中了台湾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的3个区域，这也是覆盖台湾地区全境的态势。台军方称，从江西乐平发射的导弹飞越了台北，从江西赣州发射的导弹飞越台中，从海南儋州发射的导弹飞越了高雄。最后，这次演习首次提到了区域拒止战略。所谓区域拒止战略，实际上是美国人发明的一个军事术语，但是他这个发明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战法，而是专门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采取的阻止敌方驰援台湾的战术和战法。可以说，这个名词是美国人专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定制的，而现在我们直接拿来用，就说明这样的战术和战法非常有效。此次演习，解放军通过实战打靶，实际上封锁了巴士海峡、台湾东部和日本方向。我军这次承认区域拒止，就说明了这种战法就是专门对付美军的。比如巴士海峡主要是阻止来自菲律宾海的美军航母的支援。另外，日本专属经济区也在这次解放军的演习范围之内。当然，这个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是日本自己的说法，实际上双方在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划界。但是不管怎么讲，导弹落在了这个区域，就是向日本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此次演习的区域，解放军首次完成将台湾岛从南到北的包饺子，封锁住了台湾几个主要港口城市的进出航道。解放军的战斗机开始全面突破所谓的台海中线，打击目标区域，突破了台湾岛的所谓领海。
演练了阻止美日军援台湾的战术。说白了，这就是未来武统台湾的一个预演。台海现状从佩洛西窜访开始已经被改变了。有意思的是，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时，台湾地区的政客、媒体和部分民众一度是兴高采烈。结果，等解放军开始对台实施封锁性演习时，这些专家们又如上考妣。这次大陆只封锁台湾3天，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那么就有可能是30天，甚至是3个月。那么台湾这座孤岛又能支撑几天呢？其实这次军演最大的看点还不是解放军动用了什么样的先进武器，而是当台湾岛被实实在在的封锁之时，美军却躲得远远的。如果台独分子不收敛，继续踩红线，那么这些武器最终就可能会变成夺命的利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